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德賢緊緻票房暴漲，口碑爆棚。我承認這次低估了肖戰。作為正午陽光進軍院線的第一部力作，《德賢緊緻》一上映就引發了一股觀影熱潮，票房和口碑雙雙飆升，邁上了一個新台階。影片在8天預售期間就輕鬆突破了 1.8 億，刷新了國產戰爭片的預售紀錄。現在各大平台的首輪票房預估都已超過4億。隨着口碑不斷擴大，許多業內專家和觀眾都看好它的票房有望突破5億，甚至衝擊10億的高峰。首輪點評出來之後，這部電影在社交媒體上迅速掀起熱潮，豆瓣、貓眼等平台上的好評鋪天蓋地。這會兒，演員們的發揮也成為了大家熱議的對象，特別是肖戰飾演的莫德賢，看得出明顯突破了不少人以前對他的印象，獲得了不少好評。人們也得承認，這次之前對他的演技真是低估了不少。01劇情高光不斷，小人物的首家戰藏着大情懷。德賢緊緻讓人覺得特別驚喜的地方在於，他擺脫了那種傳統抗戰片的宏大敘事方式，用小細節講述了宏大故事。整部影片節奏緊湊，劇情緊湊，戲劇衝突十足，觀影體驗也始終讓人沉浸其中。影片的主要內容圍繞一群平民衣着樸素，參加一場守護家園的戰鬥展開。沒有那種驚天動地的正面激烈廝殺，而是集中在宜昌山區一個叫歌止鎮的小地方，一幫普通人在亂世中做出生死抉擇的故事。南京大屠殺之後，前公莫德賢沒有空來休息，帶着老婆下城，老太爺和兒子莫等賢一塊往這邊逃命。途中遇到了被大部隊拋在後面的防空炮長蕭衍和他的手下散兵游勇。本來大家只想安安心心過日子，可沒想到3個日本偵察兵偶然闖入，被逼得捲入了一場生死搏鬥。電影裡的故事安排得特別用心，前面半段通過滿滿的生活細節來刻畫人物。莫德賢總愛念叨就這樣吧，嘴裡嘟囔着，手上卻忙活着用榫卯結構加固房子，順便造點防禦用的家具。蕭衍和下面那些潰敗的士兵們膽子小得要命，一聽到槍聲炮響，就嚇得雙腿發軟。這些看似窩囊的日子，實際上滿是黑色幽默，比如莫德賢和蕭衍每天互懟，以及老太爺那神神叨叨的嘮叨，都會讓觀眾忍不住會心一笑。當日軍的殘暴行徑出現時，村民們痛失親人，家園也隨之毀滅。原本試圖躲避的大家終於忍無可忍，一場由民間智慧對抗正規武裝的戰鬥就此展開。故事也迎來了接連的高光時刻。莫德賢搖身一變成了民間發明家，把農具改造成殺敵利器，弄出辣椒粉做成生化煙霧彈，還用旗杆搞起爆炸陷阱，幾乎靠自己一人整出一套土法山野裝備。缺乏訓練的炮兵團重新到位，手上沒有武器的村民們就拿起了鋤頭扁擔，連那半夢半醒的老太爺也都拿起了菜刀。特別是那場大炮對坦克的對決，把影片的緊湊感推到了極點。兩邊裝備懸殊，生死較量讓人忍不住直出汗。那莫德賢在險境中喊出的那句血性宣言，更是令人熱淚盈眶，感受到那份真摯的情感。這些安排把故事從那種套路化的劇本裡拔出來，注入了滿滿的真實感，讓觀眾好像親臨歌止鎮，跟着角色一起感受恐懼、憤怒，還有那股熱血澎湃。02演員驚喜扎堆，肖戰顛覆形象，全員演技在線。德賢緊緻的火爆，少不了所有演員們的出色表現。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肖戰了，這次他扮演的莫德賢，可以說是他職業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躍進。之前不少人擔心，習慣了演正常人的肖戰，可能沒法駕馭藍小龍筆下那種絮絮叨叨、
神經兮兮還帶點瘋癲的小角色，可真看了電影之後，這種擔憂全都打消了。造型方面，肖戰丟掉了以往的偶像範兒，穿着質樸的粗布衣服，臉上沾滿泥土和汗珠，頭髮亂糟糟的卻目光堅毅，整個人散發着濃濃的市井氣息，徹底融進了抗戰時期的氛圍裡。演技方面，他更是把莫德賢的各種面貌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平日裡，他既是愛嘮叨的丈夫，也是關心家人的父親。和彭昱暢飾演的蕭衍一起吵嘴時，那舉動舉止都帶點搞笑成分。生死攸關的時刻，他講冷笑話的情節，給影片緊張的氣氛增添了一抹趣味。當家園被毀，親人陷入危險時，他馬上變換角色，從一開始的反應遲鈍，到後來那種活路被人堵了就打死堵路的果斷，真實讓人感受到他的真情實感。彭昱暢在片裡扮演的防空炮常蕭衍，也讓人眼前一亮，帶來了不少驚喜。他那身破舊的軍裝穿在身上，臉上掛着一股疲憊和驚慌失措的神色，完美地展現了潰兵的模樣。表演方面，他把角色從躲避到承擔的變化演得滴水不漏。頭一陣那嬉笑打鬧的輕鬆勁兒，跟最後犧牲時的壯烈氣氛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在女性角色的表現上，周依然飾演的夏承，可以說是影片中的溫柔盔甲。她的打扮很接近農婦模樣，素顏出鏡，穿着樸實的布裙，洗手做飯的鏡頭裡滿是生活的煙火氣。說演技呢，周依然把夏承那股子堅強又帶點柔情演繹得賊到位。特別是炮火紛飛中護着孩子那段戲，剛開始嚇得慌，看到丈夫引走敵人時又鬆了口氣，接着那一瞬間撲面而來的心疼和難過，幾秒鐘內情緒翻轉好幾回，細膩得很，真切又動人，讓這女角色成了影片裡不可缺少的溫暖亮點。配角陣容表現的也是相當給力，個個都是大家熟悉的臉孔，卻又讓人眼前一亮。楊新明扮演的老太爺那股神神叨叨的樣子，半夢半醒間卻藏着對家鄉滿滿的牽掛。他一句占了好地方，就有人來搶，道出了亂世的無助。他的演繹看似隨性，實際上細節滿滿，真是點睛之筆。尹正這次的角色真讓人驚喜，他飾演的日本兵不光造型還原的賊像樣，就連日語口音和腔調都特別地道，完全打破了以前觀眾腦海裡的形象印象。說起這些演員，差不多都是正午陽光的老搭檔，彼此之間配合的賊默契。他們憑借精湛的演技，把藍小龍筆下那些嘴巴毒辣又洋溢溫情的角色，一一生動地展現在觀眾眼前。德賢緊緻票房一路飆升，口碑也火得不行，這都不是巧合。孔生和藍小龍經過15年再次合作，這部電影不僅繼承了正午陽光一貫的高水準，還融入了藍小龍的獨特敘事特色，將黑色幽默和家國情懷巧妙結合，打造出一部與眾不同的抗戰電影。他不追求那些宏大的場景，而是用普通小人物的故事來打動觀眾的心弦，沒刻意搞煽情，卻總能在細節裡把人感動得眼眶濕潤。可能是因為不算熱門的檔期，或那類文藝的片名對票房有點影響，但要說好電影從來都不缺觀眾，還是鐵板釘釘的事實。因為口碑不斷升溫，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影院，體驗這部作品的吸引力。看到現在觀影熱度不斷攀升，大家對德賢緊緻的興趣也越來越濃，票房肯定會再上一層樓。這部電影傳遞的那份守護家庭也守護國家的深厚情感，再加上普通人在亂世中的那份血性與勇氣，肯定會長久烙在觀眾心裡。